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过去的这段时间，我的频道更新频率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在各大社交平台和后台的私信里，我看到了大量观众的询问。大家集中关心2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你最近几乎没有更新影片？第二，为什么我这几天想购买或者续费频道的会员，系统却显示无法操作？在上一支非常简短的停更通知里，我并没有把事情的完整经过交代清楚，这导致部分观众产生了一些信息偏差，以为我遇到了小挫折就放弃了，或者以为我没有尝试过向官方申诉。今天我坐在这里，并不是来宣泄情绪的，更不是来博取各位的同情。作为一个依靠内容输出为生的创作者，我希望用最客观的视角、最严谨的逻辑，向大家完整的复盘过去这几十天里，我的频道究竟遭遇了一场怎样的程序性掠夺。这不仅仅关乎我个人的合法收益，更关乎在如今这个 AI 时代，整个内容创作生态正在面临的一种极其荒谬的逻辑悖论，以及平台方如何利用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对创作者进行系统性的免费劳动力剥削。为了让大家清晰地理解这起事件的性质，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核心的时间线和频道数据。熟悉我频道的观众都知道，我一直致力于为大家提供高质量的内容。经过长时间的深耕，在今年的3月份，我的频道迎来了有史以来为数不多的爆发期。3月份，单月观看量突破了130万次，其中有一支影片的播放量更是直接突破了50万大关。对于一个专注做长影片的创作者来说，这本该是一个行业里程碑，是我用无数个熬夜写稿的夜晚换来的合法劳动成果。然而，在这个巨大的流量巅峰之后，紧接着到来的不是商业奖励，而是一场毫无征兆的单方面的契约撕毁。4月6日，我收到了一封来自 YouTube 官方的制式邮件。邮件冷冰冰地通知我，因为我的频道包含了所谓的 inauthentic content 同质化内容，从即刻起，我的频道被取消了盈利资格 demonetize。 同时，我的频道会员功能被系统强制暂停，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无法购买或续费会员的根本原因，连你们用来直接支持我的通道都被平台单方面切断了。好，作为平台的使用者，我们暂且接受它拥有随时审查的权利。但接下来发生的财务操作，在任何现代商业文明和法律契约精神中，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根据 YouTube 的结算规则，3月份产生的广告收益，通常会在次月的10号左右打入创作者的 AdSense 账户。4月10日，我确实在后台看到了我3月份辛勤工作换来的那笔可观的收益。但是，请各位注意这个极其荒谬的时间节点，到了4月底，我震惊地发现，这笔钱凭空消失了。YouTube 不仅暂停了我4月份之后的盈利资格，他们还启动了极为罕见的追诉惩罚机制，将我从3月1日开始，整个3月份因为130万次播放量产生的全额广告收益，以及各位观众真金白银支付给我的频道会员收入，全部没收了。我们从法理和商业道德的角度来剖析一下这个动作。4月6日，你判定我违规，你可以行使你的权利，切断我未来的收益。但是，你将我在被判定违规之前，也就是整个3月份，平台已经向广告商收取了广告费，并且已经结算到我账上的历史工资，进行全额扣留。这就好比你在一家公司上班，4月6日老板突然解雇了你，然后告诉你，虽然你3月份的业绩拿了全公司第一，但我现在主观认定你工作态度不真实，所以我不仅这个月不给你发工资，你上个月已经结账的工资我也全部扣下。这种行为在现实社会中叫做恶意拖欠薪资，甚至涉嫌非法侵占。但在 YouTube 的世界里，这叫符合平台政策。那些原本属于创作者的血汗钱，以及你们为了支持我而支付的会员费，最终全部悄无声息地留在了母公司的财务报表里。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来深度探讨一下，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YouTube 近期大规模滥用的 inauthentic content 同质化内容
政策。我逐字逐句地研读了这项政策的所有说明。平台宣称，打击不真实内容是为了防止流水线批量生产的垃圾影片泛滥。但在我的案件中，这构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逻辑悖论。我仔仔细细地复盘了我频道里的每一支长影片。我可以极其负责任地在这里声明，我根本找不到有哪一支影片是所谓的重复或同质化的。我频道里的每一期稿件全都是我字斟句酌，查阅大量资料后特别撰写的原创文案，每一个观点都是我大脑思考的产物。那么平台为什么会判定我同质化？这就要说到当前创作者面临的一个死循环。为了追求影片的严谨性和临场感，我在过去的影片中曾经引用过一些真实的新闻片段和官方公开画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立刻收到了极其严厉的版权警告，各大媒体机构的版权 AI 识别系统会在第一时间扑上来，没收你的收益，甚至强行下架影片。好，既然使用真实的第三方公共素材面临着无法承受的版权风险，那么作为一个没有庞大资金支持的独立创作者，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在这个 AI 技术普及的时代，我利用合法的 AI 工具生成一些辅助性的过渡画面，我购买无版权的通用素材，再结合我自己撰写的几千字的深度文案去构建我的叙事。结果呢？ YouTube 的机器审核机制跑出来告诉我，你使用的画面是 AI 生成的，是通用的，所以你的内容是流水线生产的不真实内容，取消盈利。各位，发现这个无解的死胡同了吗？你为了真实使用客观新闻素材，你侵犯版权，黄标下架；你为了规避版权，使用通用或 AI 辅助画面，你不真实，取消盈利。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在 AI 时代，平台一方面拥抱 AI， 另一方面却以使用了 AI 辅助为由绞杀创作者。难不成 YouTube 官方要求这些做历史科普、做宏观事件解说的博主，为了证明画面的真实性，必须发明一台时光机，亲自带着摄影机穿越回古代的案发现场去拍摄吗？我们撰写几万字调研笔记的心血是真实的，我们一帧一帧剪辑的时间是真实的，我们向观众传递的思想共鸣是真实的。但在 YouTube 那套冰冷、僵化且傲慢的算法眼里，只要你的画面不符合他那个极其狭隘的判定标准，你所有的智力劳动就都是虚假垃圾。接下来，我要向大家展示本案中最具自相矛盾色彩的核心证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如果 A 成立，那么 B 就不可能成立。YouTube 判定我的频道是 inauthentic content， 暗示我的内容是低质的、没有价值的垃圾。那么，请平台回答我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如果我的内容是工业垃圾，为什么它能在3月份吸引到130万次的真实观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整个4月份，在我因为被取消盈利而几乎停止更新、士气极度低落的情况下，我的频道在仅仅依靠长尾流量的情况下，观看量依然接近了100万次。甚至就在此刻，就在我录制这支影片的这几天里，我打开后台，发现 YouTube 的算法依然在疯狂地把我的影片推荐给新的观众。大家听懂这个可怕的商业逻辑闭环了吗？一方面，平台通过政策大棒告诉你，你的内容是劣质的、不真实的，所以我们剥夺你获得报酬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平台的推荐算法非常诚实地知道，这些影片完播率很高，观众很喜欢看，所以算法依然在源源不断地压榨这些影片的流量。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在我被取消盈利的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的影片里依然在被系统强制播放着商业广告。以前，广告收益是平台和创作者分成的契约关系。现在，通过给你扣上一顶莫须有的帽子，平台堂而皇之地截留了100%的广告费。你在为平台创造流量，你在为平台留住用户，你在让观众看广告，但你拿不到1分钱。这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社区规范管理了，
这是利用垄断地位，把全球优秀的创作者当成了完全免费的赛博劳动力。有的观众可能会问，既然你掌握了这么多逻辑漏洞，既然你觉得如此不公，为什么不去申诉？为什么不去推特、X 平台上发声，把事情闹大，逼迫官方介入？这也是我需要向大家澄清的最后一点。关于申诉，我做过一切符合程序的努力。在收到判定的第一时间，我也申诉了。但结果是，我收到的是一封标准化的自动回复，维持原判。没有人工客服的介入，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到底是哪一支影片的哪一分哪一秒违反了具体哪一条规定。这就好比法官判了你死刑，却拒绝向你出示判决书的细节。这是一种极其傲慢的、居高临下的降维打击。至于在 X 上发声，现实更加残酷。当我在各大社交平台和创作者社区深入调查后，我发现我的遭遇仅仅是这场大清洗中的冰山一角。在 X 上，关于 YouTube 无理取消盈利的求助和控诉，每天都在以成百上千的数量激增。我的声音发出去的瞬间，就被淹没在无数的求救信号中了。更何况我的频道是中文为主，让大家去 X 上帮我发声的确实不多。大家不要以为只有小博主才会遭殃。像拥有70多万粉丝的 Timeworks， 拥有50多万粉丝的 MaybeJudge， 拥有40多万粉丝的 AnimeVersus， 以及拥有20万粉丝的 Trick Entertain， 他们都在近期遭遇了同样的一夜之间取消盈利的厄运。当然，我们确实在英文区看到极少数的头部大频道在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暴后，拿回了频道的盈利资格。但是，请各位注意这个令人绝望的统计学概率，在我所处的中文 YouTube 创作者圈子里，直到今天，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哪怕是一个被判定为同质化内容的频道，能够通过申诉成功拿回收益的先例。当那些拥有几十万影响力的英文大博主发声都举步维艰的时候，一个中文频道的理性呐喊，在平台那套冰冷的机器官僚体制面前，就像是用鸡蛋去撞击花岗岩。面对这样一种系统性的、拥有绝对解释权的霸王条款，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渺小的。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我的核心资产是我的大脑，是我对资料的整合与分析能力，是我通过影片为你们讲述深度故事的能力。我的精力应该用在创作上，而不是每天心力交瘁的去和庞大的跨国科技巨头去纠结频道的盈利。更何况现在的 YouTube 客服，我很难触及到真人审核。那么，这个频道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坦白说，在当前的机制下， YouTube 对于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巨大未知数的黑盒。我不能也不应该把我的创作生命，把为各位提供优质内容的承诺悬在一个毫无透明度可言的算法审核系统上。如果一个平台让你在每次点击上传按钮时感受到的不是分享的喜悦，而是对未知的恐惧，如果一个平台可以随时溯及既往地剥夺你已经付出劳动的合法报酬，那么是时候去寻找一片真正尊重契约精神的土壤了。在这个荒谬的 AI 时代，当创作者真实的智力劳动被平台判定为虚假，当合法的权益被机器肆意践踏，我唯一能信任的、唯一真实的裁决者，只有屏幕前每一个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你们。因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为了保证内容的持续输出，也为了不受限于平台朝令夕改的荒唐规则，我将会把我的核心更新阵地以及更多深度未删减的影片转移到 Patreon 平台上。各位观众，我今天在这里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在向大家散播负能量，我是在向所有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创作者劳动成果的成年人发出一份极其理性的商业邀请。如果您认为我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里为您提供的影片确确实实给您带来了价值，如果您也对这种依靠垄断地位对创作者进行傲慢剥削的机制感到由衷的不公，我恳请您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加入我的 Patreon 会员。您的每一次支持都不是施舍，
而是在为一个不受算法绑架的独立声音投票。您的每一份订阅都是在帮助一个认真做原创内容的人，在这个劣币驱逐良币、平台白嫖创作者的环境中，能够体面地、有尊严地活下去。在 Patreon， 没有冰冷的机器去武断地审查你画面的真实性，没有突然断掉的广告分成，只有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最古老、最直接也最纯粹的契约关系。我用心提供智力价值，您用支持给予对等的回应。思想不会因为一次停更而终结，真相的表达也不会因为一次取消盈利而停止。平台的规则或许可以没收我银行卡里的数字，但他们永远没收不了我脑海中的知识，更没收不了我与你们之间通过影片建立起来的信任。我是才知道。感谢大家耐心看完这个影片，我们 Patreon 见。